在抗戰時期，為什麼國民政府選擇重慶當陪都而不是成都呢？1931年918事變突然爆發，日本在瀋陽尋釁挑事。其實國民黨軍隊的整體實力不至於一敗塗地，可人心不齊，軍閥都各自打着小算盤，基本就是一盘散沙。淞滬抗戰一打響，國民政府就動了遷都的念頭。一開始蔣介石盯上的是洛陽和西安。1932年3月5日，這兩個地方被定為遷都目的地。洛陽的優勢明擺着，地處中國腹地，交通方便，山丘環繞，易守難攻，又不像西安那樣被秦嶺死死圍住，方便瞅準時機衝出去跟日本幹一仗。西安則是後手，萬一扛不住，還能依仗秦嶺死扛一陣。可這方案最終沒成。一來，1932年日本在西方各國調停下暫時退兵，上海的危機解除；二來，蔣介石發現西安根本不在自己的掌控之內，宋哲元、馮玉祥、杨虎城等人都在那兒盤踞着，西北軍压根不聽他的。到了1935年，西安事變一鬧騰，遷都西安的念头基本就凉了。蔣介石事後恐怕還暗自慶幸，要是真遷過去，秦嶺一隔，那幫人怕不是要把他瓮中捉鱉。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，南京又待不住了。這回定的計劃是武漢和重慶。武漢號稱9省通衢，跟洛陽一樣交通便利，隨時可以展開戰鬥，也算給國民政府內部吃顆定心丸。遷到武漢是準備決一死戰的。可日本這次來勢洶洶，從東北、華北多路猛攻，甚至放話3個月滅亡中國。眼瞅着形勢不對，人心開始浮動。1940年，蔣介石只好遷往重慶，但蔣介石在武漢那2年沒閒着，一直在經營重慶。經歷過西安事變，他深知安全第一。此時的重慶軍閥劉湘那是支持他的。劉湘也不是平白無故就服蔣介石，早在軍閥混戰時，他就打出拥蔣統川的口號，拋去了橄欖枝。老蔣順勢接住，扶植劉湘，收攏了鄧錫侯、田頌堯的勢力，等於重慶完全在劉湘掌控中。蔣介石遷過去，安全上有保障，而且劉湘的身體每況愈下，沒多久權柄就全落到蔣介石的手裡，這讓他有了跟日本再戰的本錢。再細看重慶的地理，確實是遷都的好地方，南臨長江，北接嘉陵江，陸路被切斷，還能靠水運物資。又跟陝西、湖南、貴州、湖北接壤，不至於徹底閉塞。更妙的是多山多霧，山多扛得住轟炸，霧大隱蔽性高，簡直就是攻守兼備的天然堡壘。這2點恰好契合蔣百里和陳誠的戰略思路。蔣百里在國防論裡說，勝也罷，敗也罷，就是不要跟他講和，勝敗都有翻盤機會，一旦講和就徹底完蛋。重慶山多抗炸，能跟日本長期耗下去。陳誠則認為一馬平川擋不住日本機械化部隊的進攻，得用地形廢掉對方一半的功力。重慶的山和霧讓機械化裝備開不進來，飛機轟炸視野也差，炮彈大多被山脈擋住，防空洞再扛一波，日本占不着多大的便宜。可這些優勢成都通通不占。論人口和經濟，遷都前成都確實比重慶強，但首先成都缺個劉湘那樣的人，蔣介石的人身安全沒有保障，搞不好被人暗殺奪權。其次地理上是盆地加一馬平川，信息傳達不便，日本的飛機轟炸連躲的地方都沒有，分分鐘炸成廢墟，遷都成都基本就等於龜縮擺爛。蔣介石多少還是有點野心的，遷都重慶不過是戰術撤退，尋着機會還得跟侵略者決一死戰。他在武漢時就提前部署重慶據點，把它打造成抗戰大本營。重慶人依江而生，自帶江湖氣，血氣方剛，敢跟日本硬碰硬。說到底，賠都不選成都而選重慶，不是拍腦門決定的。蔣介石心裡有本賬，用孙子兵法的話講，就是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重慶依江能保物資暢通，多山多霧，易守難攻，再加上劉湘坐鎮，陪都的位置自然就落到了重慶頭上。